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赵丽颖和杨幂粉丝的对决中迎来央视介入，黄渤的警告得到验证。95花开始逐步主宰古偶的市场，其中赵露思和虞书欣的影响力尤为显著。90花的杨紫和热巴的角色已经稳定下来，杨紫主演的《要99爱》，迪丽热巴的《公诉》和《玫瑰》利剑都是她的转型作品。赵丽颖和杨幂这两位拥有85花的女星，几乎都成功进入了主流，唯一缺少的是一部有冲奖潜力的作品。因此，现在85花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谁能先将谁抛在一旁，这也标志着资源的疯狂争夺的开始。遗憾的是，明星有时仅仅是被动的参与其中，而粉丝仅仅是被忽视的热点。酱园弄这部被公开点名的电影已经预定了失败的结局，在正式开始拍摄之前，制片方的恶意意图和策略已经被完全揭露。央视针对杨幂和赵丽颖即将出演酱园弄这一事件，发布了相关的视频内容，并对近期出现的各种争议和争议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汪海林在视频中对征番这一行为做出了回应。过去的争议主要集中在经纪公司为演员争取权益上，因此这并不是公众关注的焦点。如今，这一议题逐渐展现出公众的关注度，不再仅仅局限于某一行业的内部讨论。当大量的粉丝涌入后，情况就转变为一种不进则退的局面，其中混杂着众多的商业利益，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议题。在汪海林的回应中，他首先提及了商业利益这一点，而没有参考专业人士的意见。当粉丝的声音完全占据主导时，肯定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可能是因为番位发生了变化，或者是 IP 的传递。综合来看，自从杨幂和赵丽颖因为番位争议而开始争执，大众对于酱园弄这部作品的男女主角背后的导演以及制作团队都知之甚少。然而，当得知酱园弄这一 IP 后，我隐约收到了这样的消息，这个 IP 使得两位85流量的大花为之争得头破血流。对于 IP 而言，这具有商业上的益处。然而，问题在于汪海林的分析还包括了后面的几句话：争夺番位的行径确实会对创作产生影响，从业人员应当遵循艺术准则，不应与这种趋势妥协。一部真正的高品质作品，其实并不依赖于流量的炒作，而一部注定会获奖的作品，选角就变得轻而易举。假如酱园弄真的具备足够的自信，那么它有可能成为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电影。如果选角的争议持续了这么长时间，那么酱园弄在开拍前就会与饭圈中的血腥和恶言相联系。在电影与观众正式见面之前，选角方面一直存在着一些模糊和不明确的地方。酱园弄这本书从头到尾都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明显是掺杂了个人私欲。持有这种独特的创作哲学，即便酱园弄取得了相当不错的反响，但在营销的预热阶段可能会遭遇失败。这部电影既追求高品质的表现，又不想错过流量明星所带来的关注度，真的不可能有如此出色的表现。在央视的节目《酱园弄》中，赵丽颖和杨幂被特别点名，这成为了一出闹剧的关键环节，使得他们处于非常被动的状态。这出闹剧无法摆脱制片方的个人私欲和纵容。然而，那些被误认为是枪使的粉丝，显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却得不到应有的回报。他们甚至将自己钟爱的明星放置在了烤架之上。在此之前，杨幂实际上已经对番位的问题做出了回应。她如此表示：真正打动一个演员的，无疑是出色的剧本、出色的角色和出色的合作伙伴。那一排的名字排列顺序都应该为角色让出位置。显然，如果杨幂真的参与了电视剧《酱园弄》，那么即便只是一个配角，也肯定是因为这个角色吸引了她的注意。她没有任何合理的理由去命令粉丝去撕毁番位，也没有理由因为番位而将一个高质量的饼撕成烂饼。她要做的是让粉丝们吃得安心又放心，让粉丝们在她的心中占据着更重要的位置，而不是像某些人那样只想着自己，只关心自己。关于赵丽颖的情况，从始至终都是一场毫无根据的灾难。赵丽颖的追随者主要依赖于官方的宣传。然而，自从杨幂扮演了一个配角，赵丽颖则出演了女配角的消息开始传开后，两家之间的矛盾和摩擦开始逐步加剧。在85花系列中，天选对家以其爆款剧、高国民度和巨大的流量星光脱颖而出。多年如一日的这种争议，现在都集中在酱园弄选角过程中的关键时刻。站在粉丝的立场上，显然没有人想要受到家庭的压迫。但如果从演员的视角出发，粉丝只需专心欣赏他们的作品，并关注其最新动态即可。
对于番位的选角，即使存在争议，也是行业内人士的选择。不断升级的争论只会迫使明星始终将番位铭记于心。而且，赵丽颖在过去2年里的职业规划非常清晰。从电视剧《幸福到万家》到《风吹半夏》，她已经逐渐摆脱了仅仅是偶像恋爱的角色。虽然赵丽颖在未来仍有很大的提升潜力，但我们可以确信，在过去2年里，她的表现非常出色，并且她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使得她的未来充满了期待。在当前的比赛环境中，赵丽颖和杨幂在赛道上的表现各不相同，这确实不值得粉丝在各个方面进行无谓的争论和争辩。在《封神》这部作品大受欢迎后，主角也面临了番位的问题，对此黄渤给出了他的答复：观众永远铭记的是那些光芒四射的角色，而不是他们的名字。据传说，姜子牙并没有出现在封神榜上，因此他并不是众人所钟爱的那个姜子牙。现在，央视不仅对粉丝之前的争执给予了答复，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主流的价值观念是对番位议题的专门化处理，而不是走向饭圈化或公共化。无论是黄渤、杨幂还是赵丽颖，他们都仅仅是演员，而不是被番位绑定的工具人。当剧本中的角色表现得非常出色时，演员所需做的就是不计代价地为角色提供服务。在戏外的璀璨星光、粉丝们的不满情绪、饭圈内的激烈争论，以及番位争议的存在，作品和演员自身始终是最终受到伤害的对象。当然，我深信绝大多数粉丝的动机仅仅是出于善意，以确保他们喜欢的明星不会遭受网络暴力和语言诽谤的侵害。然而，在涉及番位的议题上，饭圈必须调整其竞争心态，以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绝对不应该被那些一心只想赚取不正当利益的制片方所利用。到头来，他们不但没能撕下番位，也没能加入团队，更是毫无缘由地被贴上了恶名，为他人的炒作带来了额外的热度。央视终于在赵丽颖粉丝和杨幂粉丝的争端中表态了，正如演员黄渤先前所预言的那样，这场风波源于酱园弄的拍摄，一场争论风生水起，但央视的介入或许能为此画上一个句号。近期，这2位演员的粉丝陷入了一场争论的漩涡，关于电影的女二番位问题成为了众矢之的。然而，央视的出手似乎是要平息这场争端。央视在其官方平台上发表评论，指出演员争番位伤害的是作品本身，强调了作品质量的重要性。在这场风波中，黄渤的言论也显得尤为一针见血。他先前就警告过关于流量明星的问题，认为太多的流量演员可能会喧宾夺主，而事态的发展似乎印证了他的担忧。这次央视的表态有望平息争端，也为赵丽颖和杨幂的粉丝们提供了一个冷静对待问题的机会。在这个时候，或许值得我们共同反思，关注电影作品的质量，而不是陷入无谓的争端。毕竟，最终受害的可能是整个作品，以及对演员们的公正评价。希望此事能够早日平息，让我们共同期待电影《酱园弄》能够取得成功，呈现出一部优秀的作品。最终，你对于最近由《酱园弄》触发的番位争议持有何种观点？关于杨幂与赵丽颖的粉丝间频繁的冲突和口角，您有什么看法？为何王一博缺席这街6？没想到，这就是街舞第6季居然播出来了。可这回节目也太清淡了吧，竟然连火锅和水果拼盘都没了，待遇比之前差远了。这一季大神多，看点足，节目的原汁原味还是不错的。但看下来，感觉热度不如前几季，热搜上更多的是丁程新加入的话题。这次的街舞火锅局有点怪哦，跟咱平时见到的火锅局不太一样了。队长们进来一看，桌子上的火锅没了，却摆了一堆零食和水果。大家都傻眼了，这不是火锅店吗？火锅跑哪儿去啦？不会咱们跑错地儿了吧？除了队长们搞不清状况，我们也都很懵逼。这次的街舞比赛选手们的待遇真是大变样。王一博参加的时候，节目组很懂得照顾人，各种火锅让选手们大饱口福。王一博走了以后，伙食质量直线下滑，选手们纷纷抱怨饭菜难吃，食欲大减，那些好吃的菜也看不见了，香菜更是几乎消失，现在只剩下些清淡无味的菜品。以前的街舞节目赞助商多得数不清，给选手们各种福利，比如提供比赛装备、衣服、鞋、化妆品等等，甚至还提供免费旅游、车等等，让选手们玩得尽兴。现在的街舞节目赞助商少之又少，选手们的福利也没了踪影，之前的辉煌已经不在了。这样的变化让很多人失落，并且觉得街舞节目该好好反省，为什么现在这么惨淡，
选手也应该得到更好的待遇和福利，这样节目才能更好的走下去。王一博太火了，他的商业价值吸引了无数广告商和赞助商，让节目组不得不延期录制。看来他的影响比想象中还要大。也许在他走后，我们才能看清他对街舞的影响和价值，以及背后的利益纠葛。曾经热闹非凡的街舞节目前期因为他变冷清了，这让我们开始反思，原来王一博在街舞节目中这么重要，他的名气和热度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了节目的名片。这也让我们明白，街舞节目火起来不仅仅因为节目内容和舞者的实力，还跟节目组的运作、赞助商的支持和明星的影响力有关。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街舞节目的发展，展现了节目背后的巨大潜力。这就是街舞第6季这档热度爆棚的综艺节目，历经长时间暂停播出和紧锣密鼓的准备后，终于是重回荧屏，点亮了无数观众的心。众所周知，综艺节目能如约播出，是所有团队的努力和合作结果，尤其赞助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们注意到，队长角色的选定以及幕后财团和赞助商关系紧密。为确保节目顺利进行，节目组满怀诚意地寻求王一博的支持。我们都知道，王一博这位多才多艺的演员兼歌手，拥有一大批粉丝，在娱乐圈内实力可见一斑。如果能得到他的鼎力相助，节目组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肯定会翻番。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这就是街舞第6季开播后，昔日的冠名商勇闯天涯竟然销声匿迹，赞助商列表也是无影无踪，这让人一头雾水，究竟发生了啥？据可靠消息透露，这就是街舞第6季的赞助商锐减，是因为节目组挑选赞助商时，没能想到赞助商的权益和需求，这引发了部分赞助商的不满和撤资，从而给节目组带来了财务上的压力。一档综艺节目需要投入大把资金和人力物力，赞助商减少无疑是个大麻烦。面对这个困境，节目组只能采取一些措施来应对，比如减少节目制作费用、减少宣传等。这些做法虽然能减轻压力，但也会影响节目的质量和影响力。因此，节目组在挑选赞助商时，得更加细心、周全，兼顾赞助商的权益和需求，以确保节目顺利播出，赢得好口碑。王一博对街舞的推广，让大家看到了炫酷的街舞表演，更深入地了解到了街舞文化和精神内核，让更多人喜欢上了街舞。他还把国内街舞文化带向了新的高度，让街舞名气更大、更被接受。因为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并玩街舞，促进了街舞的普及和发展。现在很多人都是看这就是街舞才晓得并喜欢上王一博的，他在里面的表现和专业程度让人眼前一亮。他能在这个节目里脱颖而出，不光靠的是自己的实力和魅力，还有节目组的精心制作和宣传。所以，王一博的价值不光是他的个人实力，还包括他为节目增添的热度和收视率。同时，王一博在节目中的表现，让更多人开始关注并理解到节目背后的利益和商业价值。顶流艺人的价值，除了他们在圈子里的名声和影响力，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带来的商业价值。所以，王一博在这就是街舞里的表现，不仅给他自己添彩，还给节目组和广告商带来了很大的商业利益。王一博火了之后，他参与的综艺节目可不止一个，但只有他最爱的街舞节目，这就是街舞陪他整整3季，还帮他收获了更多的关注和曝光机会。在这个节目里，他用舞技和表现力把街舞带出了圈子，让更多人开始关注并喜欢上这种街头文化。他无疑成为了国内街舞的重要转变，为整个街舞行业注入了新活力。而且，王一博还刺激了街舞周边产业发展，让更多人开始对这种街头文化感兴趣。他的影响力不止在舞界，在娱乐圈也很有分量。他的推动下，街舞周边产品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比如街舞相关的衣服、鞋、饰品啥的都很受欢迎。总的来说，王一博在这就是街舞中的表现，对整个街舞行业产生了很大影响，也让人看到他对街舞的热情。他的舞技和表现力，还有对街舞文化的深入理解和尊重，都让人对他特别尊敬和喜欢。关于王一博不身家这街溜的决定，我们不禁思考背后的原因。作为一位全能艺人，王一博一直以其出色的才华和敬业精神受到瞩目。虽然他未能参与到这次的街舞比赛中，但这并不能减损他在娱乐圈的地位和影响力。在过去的工作中，王一博展现了卓越的舞台表现力和音乐才华，让人们期待他在更多领域的表现。他选择不参加这街溜，可能是为了专注于其他项目，深化个人发展，而这也是值得尊重的决定。我们相信，
王一博的未来充满无限可能，他将以更多精彩的作品回馈粉丝。无论是舞台上的激情演绎，还是电影电视剧中的深刻表现，都将为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请期待更多关于王一博的精彩表现，让我们共同见证他在艺术道路上的辉煌成就。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